不需要那麼的語言，緊緊地握住你的手，這溫暖依舊在海邊。大家好啊，最近看蘭姐的直播，我突然有種很熟悉的感觉，真的太像我媽现在玩网絡的樣子了。挑一些我们看着有點莫名其妙的舞、对口型，認真剪視頻，然後鄭重其事地發到社交媒體上。說實話，年輕人看老一輩這樣做視頻，理解方式真的不一樣。我看我媽拍這些，會覺得有點好笑，但更多的是開心。她願意學，願意玩，願意表達自己，本身就是一件很可愛的事。她開心，我也跟着開心。但我哥的反應就完全不同，就像汪總那種視角。打電話沒人接，也沒人弄，就奇裝異服跟着播美呢，又放歌又跳又唱的。你真得說我什心情？蘭姐最近在台北，無聊就開直播，別人可能覺得她停不下來，但在我看來，那是一種生命力。她只要有空就掏出手機，不直播就口播找素材，講自己的人生經歷，講一路走來的故事。也許汪總是真的想讓她休息一下，放鬆一下，可有些人到了這個年紀，真正的放鬆不是躺着，而是還能發光。你讓他什麼都不做，他反而更難受。說實話，我們很多人關注汪家，真的不完全是衝着汪小菲去的，更多是被這個將近70歲還在直播間拼勁十足的母親感染，那種不服老、不認輸、不躺平的狀態，很難不讓人動容。這是我的視角，也是一個母親的視角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女人一輩子為家庭操持，到現在還在為家人頂在前面，所以我們會心疼，會希望她少一點操心，多一點輕鬆。但汪總有時候在直播間的吐槽，可能是理性，是擔心，是希望局面更穩，可落在很多女性觀眾耳朵裡，就會變成掃興，像是在否定她的熱情。於是情緒開始對衝，有人替母親鳴不平，所以最近的爭議，很多女性都會本能地站在蘭姐那邊去罵汪總。畢竟會看直播的，大多數本來就是女性觀眾。生活費，小飛每個月給爸爸幾萬塊錢生活費，買車買房，我就一輛車，爸爸有4輛車。男孩子吧，孝敬也是應該的，但是蘭姐自食其力，不要他們的生活費。看看小飛餵奶，不要發出去，他不讓我發。昨天叮囑我了，就是不發本人的，看一下，不發他們的，我給你們找一下，好不好？发他本人。最佳奶爸，小奶爸，这个可以嗎？好了。沒關係的，最佳奶爸，他做什麼文章不怕的。看看最佳奶爸，小飛每天都在產房陪着，在沙發上。小飛人很善良，絕對是暖男一枚，暖男一枚。這幾年走過來，真的也挺不容易的，真的別再黑他了。他不像我心大，我能扛得住。他畢竟還年輕，還要做事業，不要再黑他了。直接黑蘭姐，對所有的你們對不滿什麼的，你們就來黑蘭姐啊。小飛特別善良，特別願意助人為樂，善良的不得了。蘭姐在直播間一邊誇兒子孝順，一邊聊她給爸爸的生活費、買車買房的安排，甚至反覆強調別黑他，有不滿衝我來。從母親角度看，這是典型的護犢子行為，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替兒子擋子彈，也在努力塑造他善良、孝順、暖男的公眾形象。但問題也正處在這裡，每個媽媽都覺得自家孩子最好，私下誇沒有問題，可一搬上台面，網友就會用放大鏡審視。最佳奶爸這個稱讚，在汪總看來是媽媽給的人設，此時他也許希望媽媽不要把自己架在公眾審視的台上評判，因此剛搭好的光環台瞬間就被拆台。汪總在直播間直接回懟：因為我真的受不了，我這天天這塊壓得我心裡大石頭，好幾年。他們天天在這問我這些事兒，問我，然後今天莫名其妙，我收到很多朋友給我祝福，我就跟他說，我說你不要發，今天我弄出去，這有沒有尊重別人呢？我也不明白。我爸每次見我面就跟我說，他媽的，我今天瞅你面不是看你面，我真他媽的真的。我爸每天都被弄上熱搜去，你覺得我爸什麼心情？这天在這看來的時候莫名其妙刷着自己。蘭姐不只是發汪總，也會發汪大爺的視頻。其實從我的視角看，她想表達的很簡單，就是讓大家看到這個家依然是溫暖的，是有愛的，即便經歷過婚姻變化，也依然可以體面相處，一起出席兒子的重要場合。她希望外界知道，這個家庭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撕裂，反而是彼此支持的。說實話，如果換成我站在一個母親的位置，我可能也會這麼做。誰不希望別人對自己的孩子改觀？誰不希望孩子被理解，而不是被誤解？他的出發點，在我看來是愛，是保護，也是一個母親最本能的守護。但換到汪小菲的立場，他生氣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
公眾人物對人設本身就非常敏感，當家庭細節被反覆放大，當最佳奶爸這樣的標籤在外界流傳，還有朋友發來的簡訊最佳奶爸祝福，哪怕本意是誇獎，也難免夾雜調侃和放大解讀。一個還在做事業的男人，自然會擔心這些情緒化表達帶來連鎖反應，他未必是否定母親，而是更在意風險和邊界。所以在我看來，這件事真的不是誰對誰錯，而是表達邏輯不同。母親的邏輯是情感優先，她習慣用熱情回應輿論；兒子的邏輯是風險優先，他習慣用克制規避輿論。當親情進入公眾場域，本來就很難完全平衡。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家庭節奏的不一致，而不是对立。愛是真的，擔心也是真的，只是希望未來在表達之前，彼此都能多替对方想一步，讓保護成為真正有效的保護，而不是无意中增加新的压力。我姓汪，不是张兰母子，好嗎？我姓汪。说着，我真的是，我这几年了，我就一直忍着，那真的是压在心里压时间太久了，那什麼才说的，这么多年啊，天天搞我。我兒子他自己說他自己的，他幹嘛啊，他只要別給我捅娄子行。其實我有些話我還想說，我就忍着，我不能說。其實我心裡是对这件事很不認可的，在公司裡，我是怎麼苦口婆心的說的這一些的話，你們可以問問我怎麼跟他們說公司要怎麼做，什麼樣才是一個能持續長久的公司，對吧？我們公司不要給人留下這種印象是幹嘛，對吧？到現在呢，他沒有在公司一點股權，跟我們攪和的，咋弄？你說是不要在網絡上說呀？那以前在網絡上說那不算呢，他不算嗎？他在網絡上說。這段話一出來，直接炸鍋，評論區幾乎一邊倒，罵他不孝、翻臉、情緒失控。但如果你慢一點聽，你會發現他反覆強調我姓汪，根本不是在講姓氏，而是在講邊界。他想切割的不是母親這個人，而是那個被捆綁在一起的母子共同體。他在拼命證明自己是獨立個體，不是誰的附屬。這幾年圍繞汪小菲和張蘭的輿論，其實早就寫好了劇本：強勢母親，情緒化兒子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所以當他說我不認同，我忍着，我姓汪，大眾自動翻譯成不孝又失控。公眾從來不接受情緒化的切割。你可以獨立，但你必須體面；你可以表達委屈，但不能帶怒氣。為什麼大家站在媽媽那邊？因為張蘭長期經營的是事業型母親形象，直播間拼命工作，為家庭衝鋒，為兒子兜底。她在鏡頭前是穩定的、強大的、克制的。而汪小菲的問題也很明顯，表達方式太失分，句子斷裂，重複強調，情緒外溢。在輿論場裡，沒有人會替你分析心理，大家只看誰更穩，誰更體面。再加上一條默認規則，家醜不要外揚。一旦公開談公司、談股權、談內部爭議，觀眾第一反應不是他可能有苦衷，而是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。往深一點看，汪小菲真正焦慮的其實是身份。他想做一個可持續經營的企業主，而不是永遠被捲進流量紛爭的人物。可現實是，這幾年他的事業、品牌、個人情緒全都和爭議綁定在一起。他越想撕開這個標籤，越被標籤反噬。公眾只看結果，不看長期壓抑。而他過去多次在網絡上情緒爆發，早已透支網友的信任值。當一個人頻繁失控，再真實的委屈也會被一句又來了直接否定。說句實在話，情緒是真的，但表達方式更重要。有時候台子已經搭好了，你可以不接話，或者換一種更溫和的方式回應，而不是一刀切割。因為大家看的從來不是你一個人，而是整個家庭關係的整體形象。很多人不能理解，其實就在這裡。你代入一下我們自己，誰沒有和父母意見不一致的時候？誰沒有生悶氣、吵架、翻臉的時候？但那是在家裡，關起門來，情緒是內部消化的。一旦搬到公眾平台，就一定會被放大、被解讀、被站隊。不管你對還是錯，只要是帶着明顯情緒表達的人，往往最先失分。在流量時代，情緒跑得比邏輯快。可惜的是，公眾只記得失控的瞬間，很少有人願意聽完整的理由。現在去看小寶寶，這兩天抓緊多看一看。趕緊得回去工作了。我這個人呢，一不工作就有罪惡感，心慌慌的，其他愛好都沒有，就是喜歡工作。現在有一點點是吧？內卷，又是春天了，馬上要換新菜單了啊！所以呢，有些事情啊，親力親為習慣了。其實我們團隊已經很優秀了，但是很多這種高科技呀，
還要用到企業上啊，包括新菜單的設計啊，跟員工一起打打氣啊。明天呢，兒子給安排完體檢呢，就回去了，趕緊回到北京就踏實了。一回去工作，心就踏實了。不工作呢，就真的有罪惡感，覺都睡不好。說句很真實的感受，光看這一段，我反而有點理解了。蘭姐這一類人，可能這一輩子是真的安靜不下來，也停不下來。對她來說，工作早就不只是事業，而是生命力的來源，是她確認自己還在發光的方式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她很難真正去過那種養尊處優、完全退下來的生活。她更舒服的狀態，其實是還在一線，還在做事，還在往前衝。某種程度上，這或許也是汪小菲有時候顯得無奈的原因。一個習慣不斷托舉、不斷向前的母親，和一個拼命想證明自己獨立的兒子，節奏一旦不同步，關係就很容易出現拉扯。這未必是誰對誰錯，更多時候是兩種人生驅動力剛好走在了不同的頻率上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不必用片段定義一生。網絡是把雙刃劍，有熱度就有爭議。我們總愛憑着幾個直播切片，就急着評判誰對誰錯，孝不孝順。真正的生活，從來不是幾句台詞就能講完的。蘭姐那一代人真的很特別，生命力旺盛，敢拼敢扛，快70歲還在為家人衝鋒陷陣。她的愛是兜底，是付出，是豁出去保護家人，同時也帶着點控制，無法改變的思維模式，只是表達方式太直接，有話就說，有事就擺上台面，我们聽着爽。可身在其中的孩子未必輕鬆。我也能理解汪小菲的感受，希望自己媽媽少在鏡頭前說點，但是蘭姐做不到啊。她的人生價值原來自於工作，所以說她能量滿滿，她是知道怎麼使用互聯網的。她不是一位普通的母親，就拿我媽媽來說吧，50歲就退休，到處玩，在家休息，刷刷抖音。她把自己照顧好，身體健康，心情舒暢，對我們中年人來說就是最大的托舉。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事業壓力，生活瑣碎，本就已經夠累了。蘭姐的愛很沉，很用力，可站在兒子的角度，難免會希望有些話能不能私下說，有些事別全攤在陽光下。她要體面，要社交，要獨立，不想一輩子活在媽媽的光環與輿論爭議裡。其實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每一次輿論風暴裡被先推出來挨罵的幾乎都是汪小菲？好像不管他和誰起衝突，是和媽媽還是和前妻，大家的默認立場都是先罵他，再討論，說他不孝，說他情緒失控，說他是渣男。可很少有人願意停下來想一想，我們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客觀？你會發現一個很微妙的現象，強勢的人往往罵不動，立場穩固的一方有粉絲護城河，輿論成本高，風險大，而他恰好站在那個最安全的位置。情緒寫在臉上，委屈藏不住，要體面卻總是繃不住，累了會疲憊，煩了會發火，痛了會說出來，於是火力自然集中。因為罵他最沒有心理負擔。更難的是，他卡在兩代人中間，順着媽媽被說沒主見，媽寶有分歧，又被扣不孝，顧及孩子和過去，被說優柔寡斷，表達情緒又成了發瘋失控。站在中間的人本來就最容易成為靶子。互聯網喜歡的是完美人設，冷靜克制，永遠優雅，而他偏偏做不到。他沒有那麼會包裝自己，也沒有那麼狠心切割一切。他對家人有牽掛，對孩子有責任，對過去有不忍。他不夠冷，不夠絕，不夠利落。在現實生活裡，這可能叫重感情，可在輿論場裡，這叫軟弱。可我們真的討厭的是他嗎？還是討厭那個在親密關係裡也會失控，在原生家庭裡也會掙扎，在中年階段也會焦慮的自己？很多人攻擊的其實是自己不願承認的狼狽，是處理不好的家庭關係，是搞不定的親密拉扯，是面對父母與伴侶時左右為難的無力感。他只是把這種兩難公開的活出來了，沒有盔甲，也沒有濾鏡。越真實，越沒有保護色，就越容易中槍。也許他不是做得最好的人，但他可能是那個最不設防、最情緒化，也最像普通人的人。罵他很容易，可如果我們願意多給一點空間，也許會發現，很多時候被圍攻的不是一個壞人，而是一個在複雜關係裡同樣笨拙、同樣掙扎的成年。你們說呢？說到底，輿論再熱鬧，別人的人生再抓馬，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其實是自己。我們在看汪小菲的故事時，會憤怒，會代入，會評判，但回到現實，父母的性格未必會因為我們的解釋而改變，伴侶的思維也不會因為一次爭吵就徹底升級。很多關係之所以反覆拉扯，是因為我們總在試圖修正別人，卻忽略了調整自己。與父母的關係也好，親密關係也好，你改變不了的永遠是別人，你真正握在手裡的只有自己的情緒、邊界和處理方式。當我們不再執着於說服，而是學會自持，不再反覆證明誰對誰錯，而是先穩住自己的節奏，很多無解的局面反而會慢慢鬆動。我們不在思維不同的情況下爭輸贏，而是看清關係裡的規律之後，依然能選擇更成熟的回應方式。
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裡，希望我們都能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裡少一點消耗，多一點清醒，把改變的力氣用在自己身上。